好的，那我们继续学习我们二三柜下单犯错的一些知识点。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二三柜的一些避让问题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关于石膏线的，另外一个是关于地角的，因为这两个跟二三柜的一个结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关于一个石膏线避让的。那讲到石膏线避让，像以前我们用淋巴柜避让我们一个石膏线的时候，经常用的就是一个顶风板去避让，或者是用一个侧风板避让是吧？就是类似这个图一样我是用了一个独立的顶风板去避让我一个现场的一个石膏线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放到二三柜里面来是，大家都清楚，我们二三柜的一个顶部结构的话，它是有两种的。第一种叫做一个无顶风板的一个结构，另外一种的话叫做修边条的一个结构是有这两种结构的。那无顶风板的结构的话，其实跟我们淋巴的结构的话是一样的，它结构的一个效果是顶板的一个高度，它是平齐左右两边侧板，然后顶板它是盖住后面的一个背板的。连接的一个方式的话，它会跟左右侧板是打一个3合1去连接也唯一要注意一个点的话，就是无顶风板结构它是没有带顶风板需要我们单独调用顶风板出来的，这是要注意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修边条一个结构，修边条结构的话，它有3部分组成，包括一个顶拉条、顶板跟修边条这里我们主要讲一下关于一个顶拉条的一个结构。那顶拉条这一边有两个，第一个是关于它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是跟左右侧板它是固定的，跟左右侧板是固定的。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话，就是它的一个高度就可以了。高度它默认值或者是大家说唯一值固定的就只有个60，不能够做任何的一个飞标的一个修改。就因为这一条的一个规则，所以修边条的一个结构它是没有办法去避让现场的一个石膏线的。那我们要避让现场的石膏线的时候，只能选择无顶风板的结构，然后另外再加上我的一个独立的顶风板就可以去避让了这是关于避让石膏线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例如这一种案例，这个案例设计师在下单的时候，他是选择了一个无顶风板的一个结构，然后加了一个独立的顶风板去避让我的一个石膏线，但是还是有避让。它的避让的一个点的话是在门板，它是做了一个一门到顶的一个结构安装完之后，安装师傅就会反馈我这个门跟我的一个石膏线它是有干涉的有干涉的，所以我们在做一门到顶的时候就要留意这个问题留意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石膏线的问题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的有回风口下方喷头或者是一些吊灯、筒灯等等这一些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调用的是独立顶风板去避让而不是用修边条去避让这个的话大家要清楚。然后第二个，我们做这种一门到顶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这种障碍物会不会挡住我门板打开的一个情况如果有挡住的话，我们要记得要往下调一点点，尽量去避免到这些问题，好吧？OK，那这一节课的话，主要是讲关于石膏线避让的，也就总结两个内容吧。第一个是关于一个修边条的，它是没有办法去避让石膏线的，这是第一点，需要调用独立的顶风板去避让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二个，如果我的一个方案是做一门到顶的，但是现场它又有其他障碍物在顶部的，就要注意会不会跟这种障碍物有关系，要不要调整我门板的一个高度就这两点大家记住清楚就可以了。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避让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一个地角线避让的一个问题。OK。